所周知，脸越小越上镜，这大概是世界上所有女生都知道的定理。为了变美，为了上镜，女生们会使出浑身解数，瘦脸针、开眼角、割双眼皮都不在话下。但是这些对于靠脸吃饭的明星来说还远远不够。为了让自己的脸型更完美，一众本来各有特色的明星走上了削骨的不归路。可谁能想到，削骨反而削出了一堆后遗症。这里是瞎谈鱼子酱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明星削骨的那些事儿吧。2018年，一部《延禧攻略》横空出世，一路被黑的导演于正凭借此剧成功洗白，主演吴谨言更是凭借该剧的魏璎珞一角迅速爆红。其实吴谨言早在2010年就开始演戏了，怎奈一直不温不火，《延禧攻略》算是他人生的转折点。人红是非多，在爆红的同时，削骨的质疑声也纷至沓来。有网友扒出，吴谨言早期拍摄《烽火佳人》时，脸非常怪异，下巴尖的像个锥字一样，脸颊的骨头很分明，侧脸没有任何的弧度，下巴仿佛还垫过，十分僵硬，看起来跟葫芦娃里的蛇精一模一样。凭借《延禧攻略》翻红的还有富察皇后秦岚。秦岚原本长相就非常端庄，皇后母仪天下的威严与富察独有的细致体贴都被她演绎得很好。但其实秦岚并不是专业学表演的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导演龚若飞相中了她，给了秦岚武媚娘的角色。后来秦岚又得到了琼瑶阿姨的赏识，凭借清纯妩媚的形象拿下了《还珠格格》中知画这一角色。就这样，秦岚成功火出圈。早期的秦岚是个方腮大脸盘，虽然五官娇小秀气、温婉动人，但是方方的脸总给人一种后钝的感觉。或许是秦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渐渐的，她的脸慢慢变尖了，而且越来越尖，下颌角几乎看不到自然的转折痕迹，直接从耳后直溜溜过渡到下巴。现如今离开了滤镜 P 图的秦岚，脸上的肉下垂松弛，完全挂不住，下巴尖尖的凸出来，十分突兀。削骨的后遗症终究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显现出来。想必大家前段时间都吃过许飞开撕尚雯婕的瓜，两人共同参加了蓝台的王牌，本是温情回忆姐妹情深的戏码，没想到尴尬溢出了屏幕。节目中，许飞指责尚雯婕比赛结束后多次拒加微信，尚雯婕表示自己只是跟大家共事了一段时间。节目播出后，尚雯婕被顶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傲慢无礼成了她的标签。不过，细数尚雯婕出道以来的种种，最有争议的还不是这件事儿，而是整容。每次尚雯婕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整容这个话题都会被反复提起。把尚雯婕参加超女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放在一起，你会惊讶这两个照片竟然是一个人。尚雯婕参加超女的时候还是妥妥的大方脸，所以看着比较英气。可没想到一比赛完，她就开始了自己的大改造，大方脸变成了超级小 V 脸，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，塌鼻梁、圆下巴也被高鼻梁、尖下巴代替。虽然尚雯婕自称只是减肥而已，但网友们早已懂得其中道理。其实娱乐圈的方脸女明星还真不少，引得无数女生追捧的密室穿搭创始人杨幂曾经也是一个大方脸。杨幂削骨应该是一个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事实了，她的脸型从刚开始《神雕侠侣》里的标准大方脸变成了后来的小窄脸，原本靠后的下颌骨也消失了，脸型的确是精致了不少，也更加上镜了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削骨带来的后遗症也逐渐显现，脸越来越像多边形，一刀削骨后多出来的那个棱角也越加明显了。网友调侃杨幂的脸像极了嫩牛五方。怎么都知道了？这宫里怎么跟网上的八卦新闻一样啊？一段时间之后，杨幂的脸又做了调整，变成了小 V 脸，而且脸上的棱角也柔和许多。有记者询问杨幂做了什么项目，杨幂表示只是拔了智齿。因为我以前拔过4颗牙。尽管早些年遭了许多嘲讽，但是闪光的人终究不会被埋没。杨幂凭借着拼命三郎的精神，成为行走的穿搭、收视率的保证，更使自己开公司，转为幕后老板，妥妥的新时代独立女性。前面说了大幂幂，再来讲讲低配版大幂幂孙菲菲。这个名字或许大家都不熟悉，毕竟她早在很多年前就退出娱乐圈了。但是提到孙菲菲演过的剧，大家肯定或多或少都看过，有不少剧还是90后和80后一代的童年回忆。她曾出演过《玫瑰江湖》《碧血剑》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《李卫当官》，剧里的她眉目清秀，灵动可爱。
现实生活中更是被誉为古装第一美人。这个美称一直持续到2012年。2012年，宫锁珠帘开播，剧中的孙菲菲让人大跌眼镜，高鼻梁、高高的苹果肌、厚嘴唇，还有锥子脸，当年的灵气不复存在了，美人气质也一点不剩。网友称她变成了低配杨幂，不禁让人感到惋惜。接下来再来说说鲜肉收割机金晨，人美舞亮，靠着浪姐的舞台可谓圈了不少的粉丝。一段精美绝伦的独舞，看得黄晓明连连舔舌头，口水都要溢出屏幕了。靠着浪姐翻红后，金晨也引来了不少争议。很多人说她脸上的整容痕迹过重，就是明显的整容脸的感觉。金晨大学时期是北舞的校花，虽然大学的时候也很漂亮，但是和现在的气质完全不一样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大学时期有一张多肉的鹅蛋脸和一个扁平的鼻子，而在2015年参演的《无心法师》里，金晨已然变成了尖下巴和高鼻梁。整张脸变得非常精致好看，更有锐不可挡的美感。私下拍摄的素颜照也无可挑剔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在金晨近期发布的视频中，有网友提出质疑说，金晨的鼻子很不自然，就连鼻翼的宽度都变小了。甚至有一些网友毒舌道：“这还能呼吸吗？鼻孔能夹死苍蝇。”宝贝早点睡，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。当然，现在的金晨总体来说还是美的，从原本娇滴滴的小白花长相进阶到现在气场全开的美艳脸，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。另一位冷艳女神鞠婧祎动的刀怕是要比金晨多多了。凭借红毯神图迅速出圈的鞠婧祎，并不是从小美到大。从早期鞠婧祎参加选秀节目的照片来看，她的原生脸型比较大而且宽，可如今她的脸却完全变成了小 V 脸。细数鞠婧祎动脸的2个阶段，不难发现，第一次削骨的时候，鞠婧祎的脸也出现了杨幂同款后遗症，有一种多边形的感觉，棱角明显，而且脸部侧面还有点挂不住肉。到了第2个阶段，鞠婧祎的脸更窄了，精致小巧，但是脸部两侧凹陷的也更加明显，而且整体看起来不太自然。她的脸也不能做大幅度的表情，一大笑就有种崩塌的感觉。有网友调侃鞠婧祎是4000刀，随时需要返场重修。尽管鞠姐在整容上面走了不少弯路，但是近2年的化妆技术和造型可谓是突飞猛进。各大妆造纷纷被全网女生模仿，也堪称是许多女孩可以学习的变美最佳模板了。如果要在整容的问题上找一位跟鞠婧祎媲美的女星，那无疑就是陈小云了。刚出道时，陈小云是方形脸，脸上的肉也比较多，而且眼睛也没有现在大，鼻头宽大，鼻梁较塌，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土里土气的。不过陈小云的先天条件要比鞠婧祎好多了，虽然她的脸型也比较宽，但五官要比鞠婧祎精致多了。不过陈小云对自己的要求貌似很高，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陈小云不断对自己的脸动刀子，很快就做到了改头换面。2016年，陈小云的脸蛋已经变得小巧精致，整个人仿佛迎来了新生。她自己在节目中透露，光是整骨就做了将近10次，其他的一些微调更是数不胜数了。做过将近10次，真的小了一圈，每次都是边哭边弄。然而整容的后遗症也是不可避免的，在某些镜头下，陈小云的脸并不完美，苹果肌格外突出，鼻子透光，侧脸更是有些可怕。要说内娱整容最成功的女星，必属大宝贝杨颖，她的整容堪称是全球独一份，不可复制的换头术。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，杨颖慷慨地承认了整容，虽然她只承认做过牙齿整容，但是明眼人是不会相信的。2015年，在与黄晓明大婚之后，杨颖又一脚踏进了整容这个大坑。尽管医生称杨颖脸上并无动刀的痕迹，但是大宝贝的换头术已经是公认的事实。从凤姐变洋娃娃般精致的脸，不得不说，杨颖的整容医生绝对是顶尖高手。说完了一众女星，最后再来说说娱乐圈的大师。会做法的男人华晨宇。华晨宇自出道以来争议不断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黑料爆出来，隐婚生子、贬低毛不易、演唱会做法等等等等。这个
个曾经的快乐男生总冠军，一路走来，音乐越来越怪异，脸也越来越怪异。对比出道之前的图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华晨宇的下巴是肉眼可见的变长变尖，鼻翼也变小了，而且整个鼻子小巧精致了许多。还有一个一直被质疑的点，那就是下颌角，下颌角由方直接变没了，除了蘑菇外，好像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。总的来说，整容好像是娱乐圈的常态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对于明星来说，整容削骨也是一个需要狠下心的决定。但其实真正的美人都是不败岁月的。51岁的俞飞鸿大气舒展，68岁的赵雅芝温柔淡然，接纳自己的不足，与容貌和解，与时光和解，才是一种优美的姿态。虾米酱们，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显露过整容后遗症的明星吗？但非适合每一个人。而手术后遗症的风险也随着时光流逝愈发凸显。那些曾经选择了这条路的娱乐圈明星们，如今过得如何？一杨幂，拿杨幂来说，她的面容曾被诙谐地描述为嫩牛五方。初入行时，她以《神雕侠侣》中的郭襄形象，展现出灵动清新的一面。当时，她拥有一个标准的方形脸型。随着名望的提升和角色的多样化，杨幂的脸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由方形脸型演变为目前的瓜子脸。尽管通过一刀切手术在外貌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手术留下的痕迹愈加明显。年岁对任何人都不会手下留情，现在36岁的杨幂，为了保持容颜，必然在护肤和保养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金钱。据报道，杨幂每年在美容保养上的开销数字惊人。在公众活动中，她的工作室发布的修图照片总是展现出满满的少女感。网友捕捉到的现场照片才是最真实的她。在这些未经修饰的照片中，杨幂的真实面容引起了广泛讨论。网友们发现，一旦摒弃美颜滤镜，她的法令纹变得尤为明显，特别是在笑容中，岁月的痕迹更是显而易见。有的网友甚至评价说，当她状态不佳或妆容不配合时，杨幂的脸上容易出现双下巴，整个面部显得异常紧绷和不自然。事实上，失去了下颌骨支撑的脸部，在胶原蛋白逐渐流失和皮肤不再紧致的情况下，难免会受到地心引力的牵引，导致肌肉和脂肪下垂，皮肤松弛。无论花费多少金钱，这样的自然老化过程是难以逆转的。鞠婧祎，一位美丽非凡的女星，被誉为日本人心中4000年一遇的绝世佳人。她的容颜无疑是娱乐圈整形艺术的杰出代表作。尽管鞠婧祎整形的传言不断，遭受网络舆论的一再质疑，但她那超凡的美貌确实令人难以匹敌。传闻她历经逾4000次的医疗刀削，方才将原本平凡的方脸雕琢成精致的瓜子脸。4000余次的手术，可见她对美的追求几近痴狂。细心观察之下，不难发现，鞠婧祎的脸部并不适合过分夸张的表情。每当她放声大笑，颌部的肌肉会不自然的聚拢，形成深陷，使得脸部的线条扭曲，非常明显。因此，有观众给她的脸起了个绰号“斜拔子”。聂远，方脸似乎一直不受欢迎，不论男女明星都对这种脸型有所抵触。以聂远为例，他就是方脸明星的典型。曾经，聂远的面庞棱角分明，给人一种正直的感觉，却缺乏美感与帅气。在拍摄过程中，导演认为聂远的脸型不适合镜头，经常用其他演员替换，这对聂远是个沉重的打击，他因此萌生了整容的念头。一怒之下，他决定动刀改造，结果现在的他与曾经大相径庭。尽管聂远曾经坚称自己连注射都害怕，绝不会整容，如今的变化无疑是对自己的强烈否认。但过度的整形终将带来副作用。在《延禧攻略》中的聂远，面部线条松弛，肌肉失去原有的弹性，整个人看上去无精打采，疲态尽显。不难看出，《延禧攻略》的主要演员几乎都经历过整形手术。吴谨言拥有一张并不显眼的小脸庞，尽管如此，她的面部轮廓却显得相当宽阔，边角分明。在满是美女的演艺圈中，吴谨言并不觉得自己有过人之处，为了追求更符合审美的外貌，她选择了接受流行的整容手术，并顺道增加了下巴的长度。可惜的是，手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，她现在的面容看起来犹如尖锐的圆锥。这一变化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，有人甚至戏称她的脸型似葫芦娃中的蛇精，带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怪异感受。与未经整形的明星同框时，自然的下颌线条与削过的面部轮廓形成了强烈对比。现年32岁的吴谨言，在一些未经修饰的照片中可见，由于整容后脸部支撑不住皮肤，
她看上去颇为憔悴，加之她偏爱的瘦弱体型，让她整个人显得如同骨感的行走雕塑。这样的变化不禁让人思考，这真的算是美丽吗？5秦岚。而谈及整容，秦岚可以说是娱乐圈中最早接受整形手术的女星之一。出道初期，秦岚以其较为方正的脸型和精致的五官，散发出自然而优雅的魅力。连知名编剧琼瑶也曾赞誉她说：“秦岚一滴泪，天上一颗星。”但随着名气的增长，她开始觉得方脸影响了自己的整体美感，因此她也选择了进行一刀切手术，告别了原有的小方脸，但结果却事与愿违。一段时间以来，秦岚的面容状态并不理想，经常以一种低迷的样子呈现在公众视野中。经历了一刀切手术后，她的脸型确实变尖了不少，对比起她以往扮演知画的时期，两者简直判若两人。她的神采似乎有所缺失，给人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她几乎无法胜任《延禧攻略》中富察皇后的角色。不过，似乎在某位高人的指导下，通过化妆和其他方面的改善，秦岚渐渐找回了曾经被削去的下颌角的魅力，她的颜值逐渐回升，一时间甚至被网友誉为不老女神。但即使是精心修饰过的照片，也难以掩盖现实的痕迹。42岁的秦岚，在滤镜和磨皮效果全开的情况下，脸部的下垂和双下巴依然很难掩饰。不可否认，对于那些做过一刀切的女星来说，一旦年过30，脸部的膨胀现象愈发明显。上文杰一开始在快乐女声的舞台上崭露头角，她早期的风格独树一帜，中性酷感满分。然而随着名气的增长，她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外貌，首先显著的是脸型的巨幅调整。如今的她与曾经的模样几乎判若两人，仿佛换了一个人。她不仅注射了玻尿酸调整下巴和额头，鼻子上也贴了假体，整体看起来颇为异样。为了追求心中理想的瓜子脸，她甚至不惜削减下颌骨。维持目前的容貌状态无疑需要持续的修复和保养，否则面容可能迅速走样。陈晓云这位坦率的明星，在公开场合透露了自己痛经整骨手术长达10余次，尽管过程充满煎熬，但他的付出并未白费。如今的脸型明显比以前小了许多，整形效果看上去自然而成功，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。可是时间的流逝似乎对他不甚友好，近期在《亲亲日常》的播出中，她的面部线条显得松弛不紧，缺乏往日的紧致感，仿佛一个普通的网红随意参与拍摄。李冰冰，这位享誉国际的巨星，初入行时以其圆润可爱的面庞受到喜爱，尽管没有明显缺陷，但也缺乏一种强烈的个人气场。后来，她决定改变自己的形象，踏上了整容的道路，不只是微调了鼻型，她还延长了下巴，略微缩小了下颌角。整形后的李冰冰变得更加精致，她用这张新的面孔成功跻身国际电影界。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她的状态似乎也在慢慢走下坡路，现在看起来明显显老了。孙菲菲，年轻时的孙菲菲，长相过人，脸型自然，五官端正，长相甜美。搞不懂这样的媒人胚子，却活生生把自己整成了反面教材。孙菲菲整容对自己可是毫不留情，直接把自己搞成下巴尖到戳死人的蛇精脸不说，鼻子搞得太突兀，嘴唇弄得太生硬，眼角开得太宽阔，标准的网红脸，普通并且没有美感。这可真是时时刻刻提醒着想要整容的女生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也许那个时候流行网红脸、锥子脸，但兜兜转着发现，还是小方脸最耐看。方脸才是最耐看的脸型，方脸的脸部骨骼棱角分明，可以完美的撑起脸部的轮廓，反而年龄越大，越能经得起岁月的摧残。超模刘雯的小方脸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她的脸型骨感明显，看起来不但舒服，还显得十分高级。俞飞鸿的脸型也是标准的小方脸，如今的她显得气质过人，一点也看不出是年过半百的岁数。整张脸优雅大气，没有 V 字脸的局促感和不自然，让整个人的气质提升一大截。还有从出道就从未变过的舒淇，也是小方脸中的代表。年轻时的美，随着岁月的沉淀，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浓郁。新生代中也有不少方脸的代表，比如周也。尽管年纪看起来不大，但小方脸让她看起来比较成熟，所以戏路相比于同期的女星就比较广。古装、民国、现代每个时代的影视剧都能胜任，这就是美人在骨不在皮。追求美没有错，但对于美的定义应该是多元化的。一刀切的蛇精脸就像车间里流水线生产的商品，毫无特色，
并且后遗症一大堆，年纪越大越明显。